你知道嗎？比 3i Atlas 大上100倍的天鵝彗星去哪裡了？最近很多朋友在評論區問到这個問題，所以這期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巨大的天鵝彗星，看看它到底去哪裡了。2025年秋夜，一顆拖着長尾的天體懸於天際，與獵戶座流星雨交相輝映，成為無數天文愛好者追逐的宇宙盛宴。這顆被命名為天鵝彗星 C202522 Swan 的訪客，用短短數周時間從宇宙塵埃中突圍，成為夜空中最耀眼的焦點。可正當全球目光聚焦於它時，它卻驟然黯淡，如完成秘密使命般隱匿於深空。從萬眾追捧到神秘失蹤，天鵝彗星的驟然離場，不僅讓追星人扼腕嘆息，更催生了漫天猜想，它究竟去哪裡了？這個問題在過去幾個月裡發酵成比任何科幻電影都精彩的全民熱議。網絡上關於它的傳言如潮水般湧來，每一條都裹挾着對宇宙的極致想象，讓腎上腺素飆升。你或許刷到過這樣的視頻，有人言之鑿鑿地宣稱，天鵝彗星根本不是自然天體，而是一艘體量遠超星際訪客 3i Atlas 100倍的外星母艦。有人繪聲繪色地演繹，它與 3i Atlas 是宇宙搭檔，正奔赴太陽背面，上演史詩級星際戰爭，而人類不過是這場宏大敘事裡懵懂的旁觀者。更有甚者斷言，它的突然消失是因為遭到神秘力量追殺，不得不啟動超光速引擎逃離太陽系。這些充滿科幻色彩的傳言，帶着強烈的戲劇張力，病毒式傳播，每一個問號都在挑戰着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認知邊界。當猜想與傳言遮蔽真相，我們更需要撥開迷霧，回到科學的軌道上。從它被發現的那一刻起，追溯其來龍去脈，用嚴謹的數據與觀測事實，解答這個懸在所有人心中的疑問：天鵝彗星究竟去向何方？要探尋真相，首先要證實那些最吸睛的傳言，它們既是謎團的起點，也是檢驗科學認知的試金石。傳言一，它是 3i Atlas 的母艦，體積大100倍。這個說法的流行並非毫無緣由。天鵝彗星與 3i Atlas 幾乎在同一時段進入人類視野，後者因星際起源的特殊身份本就備受關注。當另一顆同樣壯觀的彗星出現時，人們自然會將兩者關聯。但在科學觀測的標尺下，這個猜想瞬間站不住腳。科學界給出明確回應，目前沒有任何權威來源公布過天鵝彗星核的精確大小。事實上，我們肉眼所見的彗星亮度與長尾長度從來不能等同於核心體積。彗星的壯觀表象源於其接近太陽時釋放的大量氣體與塵埃，而非內核本身的體量。天鵝彗星在向太陽靠近的過程中展現出極高的活躍性，海量揮發物在太陽輻射下形成龐大的彗發與彗尾，讓它看起來如巨型天體般震撼。但這種視覺衝擊力只是表面活躍度的體現，就像篝火的火焰大小不代表燃料塊的體積，將其等同於外星母艦，不過是視覺震撼催生的科幻想象，與嚴謹的科學測量毫無關聯。傳言二，兩顆天體是外星飛船，將在太陽背後展開宇宙戰爭。這無疑是最富戲劇性的傳言，將兩顆天體的出現演繹成一場精心策劃的宇宙事件。但只要對照科學觀測數據，這個浪漫的想象便不攻自破。首先，天鵝彗星具備典型的彗星特徵，清晰的彗發，背離太陽的彗尾，軌道完全遵循牛頓力學定律，沒有任何異常加速或減速的跡象，與人類對太陽系內或星際彗星的認知完全吻合。其次，軌道計算結果明確顯示，兩者根本不存在戰場交匯的可能。天鵝彗星已於2025年9月12日抵達近日點，而 3i Atlas 直到10月29日才會靠近太陽。即便拋開科學屬性，僅從時間線來看，這兩顆天體也完美錯過了所謂的約定戰場。傳言三，它因遭到追殺，被迫逃離太陽系。這個猜想的源頭是天鵝彗星達到最大亮度後迅速衰減，最終被觀測到核心分裂的現象。在科幻語境中，這種解體被解讀為逃亡失敗或自毀程序啟動，但從天文學視角來看，彗星解體其實是相當普遍的自然過程。
彗星核本就是冰、塵埃與岩石構成的鬆散集合體，如同宇宙中的髒雪球。當它首次接近太陽時，太陽輻射與潮汐力會促使內部冰物質快速升華，產生的巨大壓力極易導致核結構不穩定，最終分裂成更小的碎片。天文學研究顯示，約 25% 的長周期彗星無法挺過近日點，核心碎裂是其主要消亡方式之一，尤其是直徑小於 0.4 公里的小體積彗星，更容易因升華力矩引發的旋轉破裂而解體。天鵝彗星在2025年11月2日被觀測到核心分裂為2塊，正是它作為長周期彗星，在近日點極端環境下必然出現的自然物理過程，與追殺毫無關聯。排除了這些充滿想象力的傳言，我們回歸科學本質，重新梳理天鵝彗星的真實身份與旅程軌跡。首先是它從哪裡來？答案藏在太陽系最遙遠的邊界——奧爾特雲。這是一個包裹整個太陽系的球形冰質天體儲庫，距離太陽遠達5000至10萬天文單位。這裡的表面溫度低至5至6 K， 相當於零下268攝氏度左右，是太陽系最原始、最古老的物質儲存庫。據估算，奧爾特雲內包含 0.1 至2萬億顆彗星，它們彼此相距5000萬至5億公里，在黑暗中靜靜沉睡。天鵝彗星便是這片冰封疆域的原住民，一顆典型的長周期彗星。在路過恆星的引力擾動、銀河系潮汐力或巨型分子雲的影響下，奧爾特雲中的部分冰體偶爾會被推入內太陽系，成為我們所見的彗星。平均每年約有12顆彗星離開奧爾特雲，其中5顆能進入內太陽系。根據軌道計算，天鵝彗星進入太陽系內部的軌道周期約為850年，而完成這次造訪後，它返回奧爾特雲的歸途周期約為770年。與星際訪客3 I-Atlas 不同，它是太陽系土生土長的天體，只是這場旅程漫長到足以跨越人類文明的數個朝代。其次是它的發現，堪稱業餘天文學家與尖端航天科技攜手的典範。2025年9月11日，烏克蘭業餘天文學家弗拉基米爾·貝祖格利並未通過傳統地面望遠鏡，而是在太陽和太陽風層探測器搭載的太陽風各項異性 SWAN 儀器傳回的圖像中，捕捉到了這顆彗星的蹤跡。SWAN 儀器的設計初衷是測量太陽風中的氫原子，進而繪製太陽風分布圖譜，但它對彗星會發釋放的氫原子也具備極高敏感度。正是這種跨界感知能力，讓隱藏在太陽強光邊緣的天鵝彗星無所遁形。這顆彗星最初的臨時編號為 SWAN-25b， 隨後被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正式命名為 C2025-RR SWAN。有趣的是，它被發現時已相當明亮，亮度達到 7.4 等，拖着一條約2度長的彗尾。這個亮度相當於在郊區夜空中勉強可見的暗星，而2度的彗尾長度大約是4個滿月直徑的距離。次日，地面觀測者馬丁·馬賽克使用智利 FRAM 望遠鏡確認了這一發現，坦言對它的明亮程度感到意外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一個如此明亮的彗星，為何直到2025年9月才被發現？答案藏在霍萊切克效應與彗星自身的活躍度變化中。奧地利天文學家霍萊切克曾提出，彗星觀測數量會受其近日點時與地球的黃金差影響。當彗星距離太陽過近時，會被太陽強光遮蔽，導致觀測難度劇增。2025年8月7日至9月13日期間，天鵝彗星與太陽的角距離不足30度，完全淹沒在太陽的光輝中，地面望遠鏡根本無法捕捉其蹤跡。更關鍵的是，這顆彗星的活躍度存在顯著爆發期。2025年2月，它處於衝日位置時，即地球位於太陽與彗星之間，地面巡天望遠鏡並未檢測到它的存在，這說明當時它可能處於非活躍狀態。彗核表面的冰物質未大量升華，自然無法形成可觀測的彗發與彗尾，也可能是其彗核半徑小於1公里，且反照率極低，導致反射的太陽光過於微弱。而當它逐步靠近太陽，太陽輻射強度提升後，活躍度便驟然爆發。8月至9月間，亮度從11等迅速攀升至8等，9月16日達到 6.2 等，進入肉眼可見的臨界範圍。
9月下旬更是迎來亮度爆發，達到 5.9 等，在光污染較少的地區，僅憑肉眼就能瞥見那抹獨特的綠色光芒。終於，我們可以用科學答案回應核心疑問：天鵝彗星到底去哪裡了？答案簡單，卻帶着宇宙的蒼涼感。它正在回家，踏上長達770年的歸途。作為長周期彗星，天鵝彗星的軌道呈長橢圓狀。2025年9月12日是它此次旅程的轉折點。這一天，它抵達近日點，距離太陽僅 0.5 個天文單位，相當於地球與太陽距離的一半。在近日點之前，它以每秒數十公里的速度向太陽系核心衝刺。越過近日點後，運動方向徹底反轉，開始背離太陽，向着遙遠的奧爾特雲故鄉飛去。它的消失並非真的從宇宙中湮滅，而是亮度衰減到了人類常規觀測範圍之外。這背後有2個關鍵原因：一是能量耗盡，彗星的亮度源於太陽對冰核的加熱，冰物質升華形成的彗發與彗尾，是其發光名片。當它遠離太陽，接收到的太陽輻射急劇減少，升華作用隨之減弱，彗發與彗尾逐漸收縮、消散，亮度自然斷崖式下降。二是核心分裂的影響，正如我們此前所知，11月觀測到的核心分裂雖會因新冰面暴露短暫增亮，但最終會導致彗星物質快速分散，加速能量耗盡。到2025年12月12日，天鵝彗星的亮度已降至12等。這個亮度意味着，只有借助大型專業望遠鏡才能捕捉到它的蹤跡。對於普通觀測者而言，它已然消失在深空之中。此刻的它正穿越火星與木星軌道之間的小行星帶，向着太陽系外圍穩步前行。接下來，它將掠過柯伊伯帶，穿越奧爾特雲的內層區域，在浩瀚宇宙中孤獨航行770年，最終回到那個零下268攝氏度的冰封故鄉。770年，這個時間尺度足以顛覆人類文明的認知。當他2025年造訪地球時，我們正處於信息爆炸、航天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。當他再次回歸時，人類是否已殖民火星？是否已掌握星際航行技術？地球的生態與文明又會呈現怎樣的面貌？天鵝彗星的短暫造訪，留給人類的不僅是星空記憶，更有深刻的科學啟示與哲學思考。它再次印證了科學的嚴謹力量。面對外星母艦、宇宙戰爭等聳人聽聞的傳言，科學沒有回避，而是用精準的軌道數據、細緻的光譜分析和持續的物理觀測，給出了清晰可驗證的答案。那些被解讀為追殺證據的亮度衰減與核心分裂，不過是宇宙中冰雪天體在極端能量環境下的必然脆弱性，是天體物理規律的正常體現。在信息繁雜的時代，這種以事實為依據的科學精神，正是我們撥開認知迷霧的核心力量。它更讓我們重新審視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。天鵝彗星攜帶着奧爾特雲的原始物質，這些物質誕生於太陽系形成之初，是46億年前太陽星雲的殘留印記。它就像一位來自宇宙童年的信使，用跨越近8個世紀的旅程告訴我們，人類棲居的地球不過是龐大太陽系中的一粒塵埃，而太陽系又只是銀河系數千億恆星系統中的普通一員。我們眼中的浩瀚世界，在宇宙尺度下不過是滄海一粟。這種認知並非讓人渺小，而是讓人更清醒地懂得敬畏自然，探索未知。最動人的是它留下的無限未來暢想。770年後，當天鵝彗星再次劃破地球夜空，我們的後代會如何觀測它？或許那時的人類已無需借助地面望遠鏡，而是能派出星際探測器與它並肩航行，直接採集它的彗核樣本，解讀其中封存的太陽系早期信息。或許他們會從彗核中發現2025年人類活動留下的微量塵埃印記，通過這些物質碎片追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軌跡。或許那時的人類已建立跨行星文明，天鵝彗星的回歸會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宇宙節日，提醒着每一代人，文明的延續始終與對星空的探索相伴。熟悉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一直專注於制作宇宙主題的優質長影片，而且頻道更新速度很快。有朋友就問了，哪兒來的那麼多素材及靈感？幾乎是每天都在更新。
實不相瞞，我一直有在用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， 戴個耳機就可以在通勤、走路、運動時候聽聽我喜歡的宇宙主題類內容。這個給我帶了很多靈感，有了靈感，設計主題，然後再搜集、整理、創作，最後展現給大家，對我及頻道幫助非常大。另外，個人感覺還有個特別的妙處，那就是睡覺前必須的聽一段，現在已經是不聽睡不着了，簡直是助眠神器。當然，這麼好的 APP， 我也想分享給訂閱我頻道的朋友，說不定對你有幫助。Himalaya 這個有聲書 APP， 它的優勢就是華語內容很豐富，天文地理、歷史名著什麼都有，而且都是正版授權，製作精良，特別是裡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，質量十分高。剛好最近我也替支持我頻道的朋友們爭取到了專屬福利，14天 VIP 免費試用，一般用戶只有7天，這是只給訂閱我頻道朋友的特別禮遇。怎麼操作呢？現在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，你先用14天，如果覺得不合適，卸掉就是不會扣費。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你就充值繼續用。